妈，您怎么回来了？志泽，正好你的母亲也回来了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事啊了结一下。爸，这时候拿这个出来干什么？你别管。志泽啊，这份协议什么内容你还记得吧？伯父，我当然记得。如果迪欧今年不能上市，公司70%的股份归您。迪欧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完全是你一手造成的。安妮对你掏心掏肺，你呢视而不见，偏偏要去追那个什么，那个叫许诺的。现在好了，鸡飞蛋打。现在你怎么向我们交代？如果你还想对迪欧有所担当的话，马上和曼妮结婚，否则这个协议可不是签着玩的。志泽，你伯父现在是在给你台阶下，能够娶到曼妮是你的幸福，更何况你非常的清楚，这一直是你妈妈所希望的结果。妈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为了迪欧，但您真的不需要再这么牺牲下去了。伯父，你说的没错，今天迪欧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，都是我的责任。您以一个父亲的心情关心您的女儿，希望她找到一个好的归宿，我完全能够理解。可是您真的觉得用这样的一份协议能够买到她的爱情吗？能够替你的女儿找到一个最佳的归宿吗？对曼妮来说公平吗？爸，不要再逼志泽了。我逼他什么了？如果当初我们的建议他能够接受，今天的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你拿这份协议来逼志泽，是对我感情的最大侮辱。跟我的感情相比，这份协议什么都不是。你不能拿它来逼志泽，你也不能拿它来替我的感情做出决断。好，这才是我的女儿。曼妮啊，我是看在你这么多年对迪欧、对志泽付出了那么许多，我是怕你心里放不下，所以才看起来我是多虑了。女儿，你是对的，你长大了，以后老爸也就用不着为你操那么多的心。好，此事就此了断。我们母子欠你们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么多年来，迪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都鼎力相助。曼妮相信阿姨，你永远在我心里边都是我的女儿。谢谢阿姨。您放心，我从以前到现在，一直都把曼妮当自己的妹妹。从今往后，我还是会一样，把她当成自己的家人。刚才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现在感觉很轻松，很舒服，好多了。感觉你出国这段时间长大了，成熟了。离开公司这段时间，我也想明白了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该为我自己好好打算了。
毕竟我也不小了，31岁了。对了，昨天来不及，忘了把这个给你。这是我在剑桥看到的，因为上面这句话，我想买回来送给你。